Hello， 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呢又是特别的硬核，就是这个在我认知里世界上最大的海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胆。这个加拿大的海胆呢，什么一只是1斤半，可以跟咱们这个普通的海胆对比一下，稍微有点扎手，不过没关系，放在一起，它们的差距有多大一目了然。并且我们也看到海胆怎么看它有没有活力呢？就是你轻轻一碰它，它的刺儿会动得非常的活跃。好那么呢，今天咱们就来对比看看这个加拿大的巨型海胆跟普通的海胆，它除了个儿大，吃起来从口感味道上有什么不同？其实海胆的吃法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刺身，或者是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要不然呢就是做熟了，比如说海胆蒸蛋呀，或者呢就是用紫苏叶给它裹住，然后做天妇罗。然而我觉得这个海胆最好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刺身，或者搭配生蚝来吃。为此呢，我还准备了3只法国金纳朵生蚝，和1盒鱼子酱。首先就是杀这个海胆，从它的这个屁股扎进去，然后用剪子一绞，这个大海胆的壳稍微比较厚，然后沿着它这个边儿呢直接绞一圈，然后把它这个屁股取下来以后，这个海胆有点翻车，它这个海胆肉已经从它这个壳上都脱落了，这个我需要用清水稍微的处理一下。好久违的终于翻车了。刚才这个加拿大的大海胆，发现里边这个海胆黄已经都脱落了，已经装盘子里的这个就是刚才剔出来的这个加拿大巨型海胆，然后中间的这个呢是咱们大连的普通海胆，这个才应该是新鲜的鲜活海胆剔完内脏之后处理干净的样子。所以按理说这个加拿大的巨型海胆应该是已经归西了，但是呢我闻了闻没有异味，我准备还是要尝试对比一下它这个加拿大海胆跟咱普通海胆有什么区别。好，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吃。首先呢，先是不搭配生蚝，直接来一勺。虽然这只海胆死了，但是呢它还是非常新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胆如果变质或者不新鲜以后，它这个海胆肉会融化掉，而不会像这个似的这么有质感。直接尝尝这个什么味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死了以后，虽然东西是新鲜的，但是被它这个海胆的内脏混合在一起了，感觉已经泡的就是苦涩腥。然后呢，海胆这本身呢它又比较鲜甜，反正就是终极的翻车，应该是今年我最翻车的一次，这个肯定没法吃了。咱们尝一口这个新鲜的鲜活非常漂亮处理的非常干净的海胆肉，吃起来什么样？也是直接㧟一勺，让我回忆一下海胆什么味儿。吃完这个，我说实话都忘了海胆本身应该什么味道了。普通的海胆呢，虽然没有日本拍卖级的那种海胆那么的甜，但是非常的鲜，入口呢像淡淡的奶油，然后没有任何的异味，反正给你的味道呢都是好的。好，接下来呢就用我比较喜欢的搭配，首先就是鱼子酱，用它给的这个小勺撬开，生蚝挤上柠檬，然后㧟一勺鱼子酱，1勺海胆，开始品尝今天终极的美味。先来一只爽爽。这个组合，如果你的食材够新鲜，真的是百吃不厌。先是海胆的甜，然后是生蚝海水的咸，然后再是生蚝蚝肉的甜，然后再是鱼子酱的咸，同时鲜到极致。这个嘴中的复杂的口感味道真的是太爽了。再来一口。这种组合
推荐所有人去尝试。其实这么吃看似挺奢华的，但是其实也不贵。生蚝的话，就算你零售价买，也就合30多块钱一只。海胆的话也非常的便宜，像沿海城市那都是论斤卖的。然后呢，鱼子酱啊，相对来说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好海鲜这一口，真的可以自己这么着搭配尝一尝，太爽了。OK， 最后做总结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超级大海胆算是彻底的翻车了。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今天这个超级大海胆不是鲜活的，但是说实话，这个海胆入嘴的那种感觉，它就算掺杂了不好的味道，它本身什么味儿也能吃个8、9不离十。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能买到鲜活的这个巨型海胆，也没有必要尝试。海胆的话，我吃过世界上目前最好吃的，那还是北海道的羽猎海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我以后再做一个海胆的专门的这么一个测评，看看这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海胆，它吃起来从味道跟口感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好啊，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话，谢谢关注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